男人手中的游戏机竟能完美操控这个机器人，他每次抖动两边的手柄，机器人就会释放出1秒10拳的大招。而眼前这个身高不足100米的大家伙，将挑战的是这头顶级猛牛。原来这是一场斗牛比赛，只见偷袭者转动脑袋，然后用脚搓了2把沙子，简单的开场热身就此完成。都闪开，轮到我装逼了！他猛地发起冲刺，期间还不忘挥动双臂助跑，随后一个精准抱摔，竟直接干翻了老牛，全场顿时炸裂，喝彩声震耳欲聋。偷袭者还不忘摆几个破死装逼，面对蛮牛冲撞，狼叔操控偷袭者高高跃起，潇洒躲避的同时，还故意玩个节目效果，真是调皮。接着偷袭者转身，又使出一记上勾拳，再次干翻了老牛。显然，这场大人打小孩的比赛胜负已分。就在狼叔自信满满开始撩妹时，却丝毫没注意到老牛不但没事，还不讲武德发起了偷袭。直到狼叔回头，偷袭者已经被牛角顶废了一条腿。狼叔慌了，想耍赖让裁判暂停比赛，但显然这不可能，因为观众更期待接下来的结果，而输掉比赛就会倾家荡产。狼叔只能操控单腿继续战斗。然而这一瘸一拐的样子，明显打不过陷入狂暴状态的老牛。裁判果然是个聪明人，完全知道观众喜欢看什么。崩溃的狼叔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赚钱工具被揍成一滩废铁。更讽刺的是，女孩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Give me that leg for $5. 比赛落败，狼叔无奈把偷袭者装车准备跑路，结果才走没几步，两个男人突然找上门来。他以为是要债的，回头就给了一拳。男人被打懵了，但没有计较，而是解释了来意。You recall Max Kenton? It's my son. He's got to be like 9 or 11. Is he dead too? No, that's why we're here. 原来狼叔的前妻已经去世，姐姐想收养麦克斯，但必须得到直系亲属同意。当法官询问意见时，狼叔却无意中瞥见姐夫戴的金表价值过亿，这让他瞬间想到个一夜暴富的方法。他把姐夫单独叫到外面，连装都不装，直接表示10万块卖抚养权。老头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同意，但由于他们夫妻2人要度蜜月，3个月后才能接走，所以狼叔多要了20万。而姐姐完全被蒙在鼓里，完全不知道这背后的肮脏交易。本以为狼叔拿到钱会稍微弥补一下麦克斯，谁料他竟花光所有积蓄，定制了一台高级格斗机器人，号称拥有世界最先进的语音操控技术。可狼叔发出指令，过了3分钟后，机器人依然没有丝毫反应。意识到被骗后，当即埋怨女友为什么不阻止自己下单。就在2人争吵时，麦克斯却发现不对。原来这是小日子牌机器人，在将语言调成英文后，狼叔终于体验到高科技的快乐。此时就像一个开心的孩子，他不断发出指令，让机器人做着各种滑稽的动作。而这时自大的毛病又发作，在没有熟悉技能的情况下，竟直接带着机器人参加地下拳赛，而且还作死的挑战最强擂主金将军。比赛开始，超恶男子迅速进入战斗状态，使出右直拳率领拿下第1回合胜利，令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。Easy money all night long. 而第2回合，狼叔也是一鼓作气，指挥超恶男子全力进攻，短短几秒的时间就把金将军打得没有还手之力。但此时的狼叔显然被胜利的喜悦冲昏了头脑，轻敌便是致命的弱点，此刻更是将谨慎抛之脑后，完全没有意识到金将军在挺过一轮猛烈打击后，逐渐适应了战局，还冷静捕捉到破绽，发起了雷霆反击。意料之外的变故彻底打乱了狼叔的节奏，甚至被逼入绝境，无法施展有效防守。情急之下，还频频发出错误指令，试图让超恶男子脱困。但他对机器人的技能掌握极为生疏，这番手忙脚乱的操作，反倒让对手找到突破口。只见金将军骤然发动手刀，一击摧毁了整条手臂，局势瞬间逆转，胜负已经彻底分明。尽管狼叔不甘心，但独臂的超恶男子已无力翻盘。最终，金将军抬手使出震撼全场的必杀技，结束这场比赛。而倒地的超恶男子彻底报废，狼叔输掉比赛，不仅赔得一干二净，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，甚至连机器人的高昂修理费也拿不出。他只能趁天黑偷溜进垃圾场，希望能在一堆破铜烂铁中找到一点有用的零件。但暴雨却突然倾盆而下，寒意浸透全身，似乎在嘲讽他是个失败者。而更可笑的是，麦克斯还是个乌鸦嘴。That's a long way down. If you fell, you definitely. 狼叔冲上前拼命伸手，可已经来不及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被掉下悬崖。20万卖掉亲儿子的金刚狼，却冒着生命危险徒手救子。原来就在刚刚，麦克斯被暴雨冲下万丈悬崖，但所幸他的运气极好，被一条机械手臂奇迹般抓住，悬吊在死亡的深渊上，这才让迟到的狼叔抓住了儿子的手，还一边不停地安慰。在父亲的鼓励下，麦克斯终于克服恐惧，伸出了另一只手。1, 2, 3. 这是麦克斯11年来第一次感受到父爱的伟大，他没有哭鼻子，而是拨开泥土，看清了那个救了自己的机器人。麦克斯沉默许久后，转头恳求父亲帮忙把恩人带走。然而，狼叔却瞬间变脸，不是他救的你，而是我。You want that piece of junk? You get the card yourself. I'm through here. 男孩愣住了，
刚刚的一幕难道是幻觉吗？他多希望父亲只是嘴硬，可那坚定离去的背影让麦克斯终于明白，现在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他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只是低着头，一点一点地将机器人刨出坟墓。而这一刻，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。经过一整晚的努力，终于在第二天一早追上了狼叔。然而刚见面，他就疯狂敲打父亲的胸口，发泄内心的不满。但他却不知道，狼叔其实是吃了机器人的铁醋，不然又怎么会在原地默默等了一整夜呢？回到家后，麦克斯立刻接通电源，下一秒，这台被遗弃多年的机器人居然还能重新启动。麦克斯被吓了一跳，更意外的是，它竟然具备万里挑一的模仿功能，无论麦克斯做出什么动作，它都能100%复刻出来，这也太有趣了。可狼叔却依旧不屑，这家伙破破烂烂的，来一拳可能就散架了。但麦克斯偏偏不信邪，他用高压水枪清洗污渍，而机器人胸口刻的想必是他的名字。当一人一机对视的瞬间，麦克斯突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，那就是带亚当去参加拳赛。然而狼叔却嗤之以鼻，因为亚当的诞生原本就是为了挨打，他只是陪练，不是战士。麦克斯一个字都没听进去，因为他每次和这双深蓝色电子眼对视时，心里总会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，似乎是一种不服输的意志。或许在别人眼中，他只是个被淘汰的旧机器，但在麦克斯看来，他就是自己的战友。他们之间无需言语，彼此的眼神就是最好的交流。这一刻，他们不再是主人和机器，而是并肩作战的搭档。狼叔也想了一夜，第二天就带着儿子参加拳赛，但只是想让他知道，现实永远比幻想残酷。他为此特意挑了个最弱的对手。比赛刚开始，亚当的脚就被踩住，无论麦克斯怎么操控，都无法挣脱束缚，只能站在原地疯狂挨揍。见儿子手忙脚乱，狼叔赶紧指挥。对手察觉有高人指挥，当即爆发出全力，试图3秒内结束战斗。接连重拳让亚当根本招架不住，加上麦克斯完全是新手上路，对比赛毫无经验，导致亚当没有丝毫还手的机会。但所幸亚当的身体构造极其坚固，毕竟他的人生就是被用来拳打脚踢的。可在坚硬的钢体也扛不住持续重击，亚当被狂揍了几十拳后，最终还是支撑不住，彻底失去了行动能力。狼叔正准备劝他接受现实，可谁能想到奇迹真的发生了。没想到他重新站了起来，全场一片震惊，纷纷鼓掌叫好。没想到地摊货竟逆袭打败了高端定制，很快就到了第二回合，对手再次故技重施，到底是谁傻？显然麦克斯已经进入状态，吸取了之前的经验，这一击升龙拳直接把对手打得系统崩溃，甚至敌我不分，用锤子疯狂敲打自己的脑袋，很快就彻底报废，变成了一堆破铜烂铁。而这场比赛是麦克斯赢了，狼叔简直不敢相信陪练机器人还能这么玩。亚当的一战成名，让他看到真正的赚钱机会。那颗沉睡已久的拳王之心终于觉醒，他开始传授自己的拳王技巧。而亚当的镜像功能充分展现出惊人的潜力，能在瞬间精准捕捉到每一个细节，无论是出拳的角度还是闪避的节奏，都能完美复刻。一台机器人竟然具备了人类的格斗智慧。自此，亚当开始在地下擂台中所向披靡，从一个无人问津的陪练机器人变成了拳击界的黑马。父子俩不但赚到了一辈子花不完的奖金，更是收到了职业比赛的邀请函。只要他们继续赢下去，就有资格成为拳坛的最强王者。然而，现实却比想象中的更加残酷。这里的强者哪个不能以一敌百？亚当真的能成为第一吗？评论区告诉我。